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来到了杭州的西湖边上面，今天来看举世闻名的雷峰塔，就在不远处啊。传说呢，白娘子就是镇压在雷峰塔下面的。关于白娘子许仙法海的故事啊，基本上中国人都是家喻户晓，每一个人呢可能都能够说出一二。那么白娘子是否真的镇压在这个塔下面呢？还有一点呢，民间都在说这个雷峰塔呢，也可以称之为叫做镇魔塔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我们就来雷峰塔景区仔细的了解一下它的故事。在杭州西湖边上面，其实是有很多景点的，这个雷峰塔只是其中之一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雷峰塔比较壮观，也比较新，这是由于呢，雷峰塔是2002年重新建的。原版的雷峰塔在1924年的时候倒塌了，后面呢，经过专家考古发掘，确定了雷峰塔的由来，以及呢，里面呢发现了很多国家一级文物，最后呢又重新修建了这座雷峰塔。那么在考古之前呢，关于雷峰塔的故事基本上就是白娘子被镇压在雷峰塔下面，永镇雷峰塔嘛。但是有一点呢，我们得了解一下。正常来讲，一座比较知名的建筑，或者是传承了上千年的建筑，都是有明确的文字记载，谁建的、谁修的，起到什么作用。但是这个雷峰塔呢，一直是处于在谜底当中，人们知道的就是那个故事。如果不是那个进行考古发掘之后，这个雷峰塔呢，可能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当中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去这个上面看一看。我们呢还能看到里面呢出土的一些文物啊，国家一级文物，甚至在网上在说那些出土的文物啊，很有可能是当时建造雷峰塔的原因之一。人是真多啊，已经买好票了，40块钱一张，大家觉得价格怎么样？前面呢有一个雷峰塔重建记，我在网上看资料说，这个应该是根据那个当时考古雷峰塔遗址的时候，从里面有一块碑，记载了这个雷峰塔的一些故事，要不然这些资料都没人能够确定，就跟我们经常看一些陵墓有墓志铭一样的。那么我们就边上去边和大家说一下这个雷峰塔的一些故事，怎么由来的。雷锋胜境，这就是正面的雷峰塔了。它这个是5层的，人是真多啊！现在还能坐电梯上去。这个雷峰塔是从小听到大的，说句实话，没有想到前面还装有电梯啊！这个也是为了大家参观方便嘛。这个塔呢，现在看起来确实是比较宏伟，应该也是8面形的塔。原版的塔应该不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在网上看资料，在1924年倒塌之前，这座塔呢应该是砖结构的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还没到上面，不知道。不过我估计可能不是啊。正南门，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这个是雷峰塔的那个下面了。现在看到的这些是雷峰塔以前的遗址，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看到的雷峰塔是在原址上面建造的。在这里呢，还能看到以前的一些构造，有砖、有石头，还有夯土。谁能够想到以前的雷峰塔是这样的模样？在前方还能看到铸鼎石的遗址，很好理解了，应该是我们常说的柱础。雷峰塔应该也是一个砖木结构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很多砖块，那么以前它一定是有柱子的，重心还是靠柱子支撑着。不过是非常可惜了，柱子现在我们肯定是看不到了，因为雷峰塔呢也是几经磨难，修建了好几次，后面是彻底倒塌了。现在雷峰塔也是5层，都可以走上去看一看的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第2层，在这里呢，这个以前的遗址就看得比较清楚了。
明显的看得出来，也是一个圆形的，可能跟现在的差不多吧，也算是一个八面形。正常来讲，这种砖结构的建筑应该是比较坚固的，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倒塌呢？这里还是有一定的故事。这个雷峰塔经过多次修建、多次重修，又遭到损毁。到了清朝末年以及民国初期，杭州附近的人们呢，传言雷峰塔的塔砖具有辟邪立残的功效，因为一直都在传说雷峰塔是镇压白娘子的。那白娘子呢，我们影视剧中演绎的是妖怪的说法嘛，因而呢，在那个时候，当地的杭州市民就经常把雷峰塔的塔砖呢拿回家去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雷峰塔的塔砖呢越来越少，它那个承重呢也越来越危险。终于到了1924年9月25日，年久失修的雷峰塔终于轰然倒塌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些，就是当年的雷峰塔的遗址遗留下来的。从这些残存的遗迹也可以看得出来，雷峰塔当年的规模是比较大的。大家看看，这个雷峰塔当时在建造的时候，使用了很多砖块啊，完全是垒砌的，完全是实心的。这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有点不一样。我们有时候看城墙说外面用砖，里面是夯土，它这里不是啊，明显的可以看到全部是那种砖垒砌的。如果说没有人去搬砖，雷峰塔应该是非常坚固的。雷峰塔的砖块很多是有铭文的，上面有洋文，还有繁体，不甚精湛，共有660多款，数量还是非常多的。按照文字性质的差别，大体可以分为4类。第一是民间捐造，数量是最多，基本上印的是捐助者的乡里姓名。这个从古至今呢，建寺庙或者是建一些公共性的建筑啊，都会有民间捐造的。第二类呢，就是官方制造的塔砖，数量仅次于前者，上面呢多印官字，王、天下，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意思是一样。那么负责建造这种塔砖或者塔的其他建筑呢，有普通的官职，还有王爷，以及呢皇帝捐助的，就是按级别来嘛，级别不一样，刻的东西就不一样。第三类呢是纪年砖，就是某年某月生产的砖。还有一种呢是地名砖，就这个砖是哪里生产的，因为建造这样大型的塔的话需要很多砖，比方说浙江生产的、江苏生产的等等。从而说，这个雷峰塔在上千年前应该是由政府官方主导建造的。那么我们就来讲一讲这个雷峰塔的历史。为什么我们一开始说它也称之为镇魔塔？在当地一直流传这样的说法：雷峰塔倒，西湖水干，白蛇出世，断桥相会。这就是中国家喻户晓的镇魔塔雷峰塔。关于雷峰塔最早的资料记载是在北宋的一幅画当中，在之前历史上是完全没有关于雷峰塔的记载。那可以推算的话，雷峰塔就是北宋初年那个时期建造的。它感觉就像是一座从天而降的塔，因为资料太少了。关于雷峰塔，人们听到的最多就是白蛇传的故事，它是中国4大民间爱情故事之一。白蛇传的版本很多，流传最广的就是杭州版本。我们简单的说一下，白娘子呢携小青在断桥偶遇民间医生许仙，芳心暗许之后，2个人呢结为眷属，幸福的过了一段时间。后面呢被法海发现，于是呢就阻挠人和妖相恋，最后呢是镇压了白娘子于雷峰塔下。小青呢携许仙以及他的儿子救出被压在塔下的白娘子，最终呢团聚相守。当然了，这是传说。在北宋初年，皇帝呢来到杭州，他发现呢杭州的人呢非常崇拜雷峰塔，经常呢会去雷峰塔这里朝拜。是统治初期嘛，可能为了安抚民心，就拨款修缮这个雷峰塔。这是雷峰塔第一次出现在历史当中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有一幅画。当时呢，北宋的一些画家
就把雷峰塔画下来了。这应该呢是雷峰塔第一次完整的建好的时候。为什么会叫做雷峰塔呢？不是因为人名啊，而是因为塔下面这座山叫做雷峰山。当时呢，山下还有一座寺庙，包括呢现在也有寺庙，只不过呢是不叫雷峰寺，叫其他的名字。这个雷峰塔呢也叫做防妃塔，按字面意思应该是某一位君王为他的妃子修建了一座塔。不过呢，资料记载的也非常少。正常来讲，一座这样宏伟的塔，它一定会有明确的资料记载的。就像杭州的灵隐寺1000多年了，它的历史一直有明确的记载，而这个雷峰塔却没有，感觉它这个历史被人故意隐藏了一样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到我们发掘这个雷峰塔地宫的时候，雷峰塔的身世一直都是一个未解之谜，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。刚刚我们说的是雷峰塔第一次出现在历史长河当中，这个时候开始呢又消失了。到了北宋中后期的时候，有一个方腊起义，当时呢他攻入杭州，就把雷峰塔烧掉了，剩下那个砖结构。因为雷峰塔相当于是2层嘛，里面的塔心是我们刚刚看到的砖头，外面呢是木质结构。被烧毁之后，就只剩下塔心了，只剩下砖头。这个时候开始，雷峰塔又像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。到了南宋时期，官方呢重新又修复了雷峰塔。修好之后，这个雷峰塔呢又从历史当中消失了，一直到了明朝中后期嘉靖的时候，中间隔了差不多400多年。当时的东南沿海有很多倭寇，某一天呢，一伙倭寇呢攻入杭州，他听到了雷峰塔的传说，因为一直流传着雷峰塔下面镇压着白蛇嘛。那么倭寇呢，他就想着把白蛇放出来，于是呢就纵火烧掉了雷峰塔。也就是说，雷峰塔从这个时候开始只剩下砖结构了，一直到倒塌前都没有经过修复。后面到了1924年的时候，雷峰塔终于倒塌了。倒塌的原因刚刚我们已经说了。其实还有一点呢，在清朝中期的时候，经济还是比较发达，特别是那个南方丝绸需求量比较大。西湖边上，甚至说杭州很多市民呢，他们就养蚕。不过呢，西湖边上的人，他的蚕的质量好像比不上其他地方的蚕，感觉呢像有气无力一样。后面呢，有人就从雷峰塔那里拿了2块砖回家，结果呢，从此之后他的蚕宝宝就非常厉害。结果是越来越多的人去拿雷峰塔的塔砖，最终导致雷峰塔倒塌了。由于当时那个局势比较混乱，雷峰塔倒塌之后就一直没有得到修缮。不过呢，倒塌之后，在杭州本地人都在说，西湖这一块有一座小山，一到了晚上呢，感觉有点阴森。就这样过了几十年，到了1998年的时候，有专家呢得知这个消息，于是就来这里观察，并且呢在这个岛上发现了一些塔砖。那他呢估摸着这是一座佛塔，并且按照以往的资料，他推测呢这里很有可能就是雷峰塔所在地，传说的雷峰塔所在地。于是呢就申请进行挖掘，但是没有得到批准，因为没有证据证明这座雷峰塔呢有发掘的价值。后来反复申请，最终到了2001年的时候，正式同意开挖这个雷峰塔遗址。在2001年的时候，就对这个遗址进行了挖掘，当时电视台还进行了直播。在挖掘没多久他们就发现这个遗址下面呢有一座地宫。那么当时很多人可能就会有疑问，会猜想这个地宫难道就是镇压白蛇所在地吗？进一步发掘之后，他们打开地宫，发现里面有非常多的文物，并且呢还有一个宝盒。当时清理的话，发现了一些银盒、铜镜等等，
都是国家一级文物啊，可以说的是国宝了。在当时发掘现场出土了一件非常不一般的文物，叫做鎏金铜释迦牟尼法像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。明显的看得出来有两部分，上面是法像，下面感觉是不是压了一个东西一样的。整体通高呢是68厘米，佛像呢是高露肌、罗发，眉目修长，双耳垂肩。这个释迦牟尼呢是坐于这个莲花台上面，关键是这个莲花座下面呢有龙，盘龙绕住额上，托举莲花座。其实你看起来像托举，反过来说是不是这个法像释迦牟尼坐在这个龙像镇压着这条龙呢？是不是跟我们听到的传说镇魔塔一样的镇压白蛇，它这个法像呢镇压龙？在这个地宫里面，当时还发现了一块巨大的石碑，上面记载了雷峰塔是谁建造的，里面镇压了什么。在唐朝灭亡之后，进入五代十国时期，当时有一个叫钱镠的人被封为吴越王，他就正式建立了十国之一的吴越国。强盛的时候拥有13州，地盘还是挺大的，浙江全境、江苏的东南部、上海以及福建一带。到了公元948年，19岁的钱俶继位。他这个人呢，尽管是国王，但是比较简朴，与他的妃子呢崇尚佛法，广为造寺立塔。到了公元975年，北宋呢灭了那个南唐，后族李煜投降嘛，自此呢十国之中仅剩吴越。这个时候吴越国的国王其实也明白他的国家迟早会被北宋吞并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审时度势，以天下苍生为念，采取了纳土归属的方法，相当于投降北宋，送上土地、人员、名册。这种方式呢，可以说是保护了吴越国不受损失，也使那个平稳过渡嘛，老百姓没受到伤害。其实呢，也是在这种背景下，这个吴越国的国王在公元977年为供奉佛罗基法舍利，祈求国泰民安，在西湖边上面建造了雷峰塔。一开始是打算建13层，但是因时势动荡，财力不济，改为7层。当时呢，7层都还没有完工，吴越国呢就灭亡了。后面变成宋朝统治的话，他呢把这个塔就建成了5层，成为我们熟知的雷峰塔。当然这个名字呢也是改名很多次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宁鎏金阿育王塔，是在雷峰塔的地宫中发现的，出土的时候是非常完好。在当时很多文物呢是现场就整理出来了，而这个阿育王塔呢是当时运送到浙江省的博物馆进行查看，当时就没有直播了，只有几张少数照片流露出来。这个阿育王塔看起来是非常精美的，大概是由4部分组成，基座、塔身、塔刹等等。这上面呢还刻画了佛祖生前行善的故事画面。最重要的是，在这个塔里面呢有一口金棺，存放了当年那个吴越国供奉的佛罗基法舍利。由于它这个保存比较完整呢，为了不破坏这个金棺，到现在也没有打开，也就是说这个里面呢现在仍然舍利是存在的。这个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。总共雷峰塔的地宫出土了47件一级文物，非常震撼呢，被称为21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。在2001年我发掘了雷峰塔地宫之后，又在原址上重新修建了雷峰塔，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雷峰塔的故事。不过呢，称之为镇魔塔，大家觉得是不是称得上呢？我感觉啊，其实背后隐藏的东西可能还是更多，要不然也不会无缘无故的说雷峰塔下面镇压着白蛇。因为艺术来源于生活嘛，不管是何种传说，
肯定呢还是根据一定的现实来体现的。在封建社会，这个魔和妖基本上是划等号的。既然一直流传着镇压了白蛇，那么可以称之为中国第一镇魔塔了。那这个雷峰塔我们就讲述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